觉得真正的指挥其实都是在脑里面。对于你要指挥的部分，你要非常非常透彻的了解，而且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今天这个是那个啊，免洗筷，因为刚刚一下找不到，因为今天突然找不到筷子，我本来还想说拿那个搅拌棒，可是发现太细了，就他们就有人就弄了一双来，我就挑一只比较白的，挑一个呗。因为这样子团圆看得比较清楚。哦，嗯，我可以对让调完。开始。来，你不要紧张。走，还没有声，可以。演奏大家都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家，怎么样去协调，要去调，那调出一个你认为好的一个色彩。我这个人就是不安于世，你知道，就是本来是弹钢琴嘛，然后后来就是指挥。然后我在16、17岁的时候认识了陈修正老师，然后因为他刚好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团长嘛，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们在做歌剧，他说：“哎，你反应又不错，钢琴弹得很快，那你来见习。”一看就都飙了。3年级到6年级去福兴国小是从这边坐车，然后国中念南门国中也是从这边坐车，对，就是公车站，现在都还在那边。那我家就住在富锦街这个，就是这条巷子再过去，然后所以从那边走出来就等于是就开始我每天的旅程。你看这个理发店现在也装潢成这个样子，小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3本头平头。小时候会来这里？我就是来这里剪头发，一直到当兵。当兵的时候就在军营里面就有剪头发的地方。现在都弄得那么漂亮。对，就这边。我居住的环境通常都跟我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你说在这个民生社区里面，对，你说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没有啊。说什么搞什么艺术，就是没有。就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我可以说随时提醒我，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普通人之一。虽然你是常常必须要站在舞台上面扮演指挥的角色，或是说在某个机构里面，比如说 NSO 或者现在的卫武营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其实你只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完全是普通人。所以大概在这里的某一户人家，就是我最一开始说，要接触小提琴，然后就是
这个老师，就是来找这个老师上课。有一天他就觉得我很笨，然后就拿那个铅笔就打我的手，就是左手我就要按把位嘛，按弦。你怎么那么笨啊？什么的，我就不学，我就回家跟我爸我说不要学。我到现在还有一个记录，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弹过32个人的伴奏，就是坐在那边就跟机器人一样，这样你上来，好，换你，哦好，我就弹。他就觉得说你在搞什么鬼啊？那事实上其实也真的是多亏他这样给我，就是终止我就是成为钢琴家的这个梦想这样。他说你弹的没有层次。Since childhood, Jian Wenbin has demonstrated musical talents distinct from his peers. However, when he took Mr. Rolf Peter Villa's piano clas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he learned some hard truths. 看你们自己东方的那个水墨画，你就会讲得出来，这个山比较远啊，这个湖比较近啊，这个也是一张纸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深浅层次啊。那你钢琴为什么做不出？他就说，那你去买一本总谱嘛。From the first full score he read, Jian Wenbin saw the layout of the instruments and the depth of the music. He also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conducto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ntire artistic performance. I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his musical career. 好，大家早，那个新年快乐啊！恭喜发财。好 ，OK， 那个我们今天早上的排练有那个合唱团的加入哈，是我们来自高雄的天生歌手合唱团。哎，这也是长荣交响乐团。好，我们先走，有几首是有跟合唱团一起的。来，我们先看《爱人同志》。那个什么，基本上因为你们谱上都有写，这里变80嘛，对不对？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好，我们维持原来的速度。好，那主要讲的是那个大小声的分别哈，还是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一点。好，即便是只有 forte 跟 mezzo forte 的差别，但是也是要变小声，好不好？好，然后有 fortissimo 的时候往上提。他在处理音乐的态度上面是很严谨的，尤其是排练的时候，他希望大家都是用一种战战兢兢的态度在面对音乐。视谱，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乐谱，现在突然放到我前面，我马上就可以读它，而且我马上就可以把它演奏出来，不管是弹钢琴，或是拉小提琴，或是用吹的。好 ，OK， 好，谢谢。好，对不起，像这边就是听不清楚分别的地方。第一前2小节。好，从小号跟巴颂就是还在找一个预备拍，叭叭叭叭，然后我们全部从 mezzo forte 提升到 fortissimo forte。好，这里听不到那个分别。我应该是对音乐有一些直觉。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绝对音感，好，就是说你现在随便唱一个音，我就可以马上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音。3、4，好，我们弦乐可不可以这个 articulation？ 张，好，不要好，按那个音准要注意一下。你刚刚那个第一句我怎么听都是太低了，对，咪啦，那个纯适度，有的时候他演奏的时候，他或许只是一下子不小心，或是说他根本就是看错了，那指挥他就要跟他说，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诠释上面，这个时候有可能发生说他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好，那我自己就要判断说，好，那我要不要跟他说照我的一样？指挥有一个权威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专注力就会在他的指挥棒上面。那音乐就是他如果可以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或是他很感染力的时候，他很具有感染力的时候，整个团体、整个乐团就会跟着他要的方向去走。Afte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urope, Jian Wenbing specializes in Western classic. The Italian composer Vincenzo Bellini's masterpiece created at the peak of his career was Norma. In January 2022, Jian Wenbing recreated this epic with a wonderful bel canto performance. 我在德国22年，就是在歌剧院里面工作。我说，如果要我选最伟大的3部歌剧，一定有诺玛。那所谓的美声唱法，就是除了西方的这个声乐唱法的那些技巧之外，它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在听传统戏剧、传统戏曲，他们怎么样吊嗓子。因为歌剧其实是西方的表演艺术的第一个跨界的形式。你在歌剧演出里面，你有器乐，你有声乐，你还有舞蹈，然后你还有美术。歌剧的一般的传统就是你乐团是放在乐队池嘛，所以你顶多只能看到指挥的头而已，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他在干什么。但是你听到的是乐团发出的声音，然后还加上整个灯光效果，然后他怎么走，然后怎么唱，这样呢？所以你要控场的东西更多了，你不是只有控乐团，所以你还有包括你的歌手，你要协助他，然后你要帮他伴奏。你作为一个指挥，你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他们了解啊，对不对？你德语讲不出来，你就讲英语啊。或者你用唱的都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啊，你要想办法让他们了解。那我跟你讲，你信不信？你就算你会德语，你要是脑袋空空，然后你不知道你要什么的话，你讲了他们还是听不懂。今天要麻烦你。恢复正常。那到时候到现在一下好像一眨眼就过了哈。哎呀，头发全部都长出来。头发是没办法打。这一次就是为了那个大玩乐家罗大佑、彭佳慧的这个音乐会。那我们上次其实这个已经是第2次剪，早期都是给他发挥了。我第一次给他剪应该是2003还是04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家交响乐团当总监，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终于受不了，他说：“你不能这样，你作为音乐总监，你都没有在打理你的门面了。”我说：“啊，这个没在管。”对，没在管。他说：“不行不行，我带你去给一个人剪。”给他弄了2、3次以后，结果这个型就出来了。那后来我就一直维持这个型到现在。
昨天刚好我们在那个赖的群组有一个在专门讨论那个叫什么赞助啊、企业合作的这个群组，那有一个人就问了一句说：“那卫武营就是最有效的那个广告版面是哪里？”就有一句话突然说：“这是我的后脑勺。”好，哇，比较温柔啊，更温柔哈。来拍一下，温柔虎。就人生来说，我从过去在台北，然后到维也纳去求学、念书，然后到德国工作，那现在在高雄，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在高雄，我是觉得像在欧洲一样，因为南部它的步调比较慢一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好啦。然后而且南部就是它发展没有那么快，所以它也有很多空间。就是早上起来呢，要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剧院排练开始，刚走到剧院的时候，来一杯咖啡吧。来哦。到维也纳也就慢慢开始知道有各种不同的咖啡嘛，以前就只知道有美式咖啡，后来就从这里开始，就建立了这个1天7杯的 SOP。我的祖父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嘛，他就说：“阿斌啊，他说你以后要是有机会有能力的话，你一定要服务社会，什么报效国家这样。”非常非常八股的这8个字，可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一直会被记得，一直到我2018年，我正式就是要辞掉德国的那个职务，然后就是专心的回来再做卫武。公车站就是等于是我每天生活的港口，就是从这个港口出发。通常从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是有一个地方，我其实蛮喜欢去的。现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在音乐厅，你安静下来，你只有听到自己的心跳。我个人觉得坐在露台里面，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像是坐在音乐厅里面安静的。那我觉得在这边听到外面这些声音，或者说有时候有鸟这样飞进来，那也蛮好的。更加上来这边就是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良辰吉时，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由艺术总监简文彬率领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向本地福德正神地基主好兄弟敬拜，拜，再拜，三拜。今天台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们有庞大的交响乐团，我们有天生歌手合唱团，我们还有一个依靠。我这几天都黏着他，他是我的依靠，不准放开。我只要一不安心，我就立刻翻过去。被杀的简文彬老师。观众能不能进到音乐，其实指挥的动作很关键。那指挥都是背对大家嘛，所以你的背很重要。变个两手牵，悲欢离合总有不美的结局。啦哦，两手牵。
就想到了你。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回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啊，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我觉得我们在卫武营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个字，就是连结。希望连结艺术跟生活。好，那再引申一点，就是表演者跟欣赏者。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在卫武营3年多了，你觉得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说，在我们的榕树广场摆一台公共钢琴，我们那个钢琴就摆在那边。每天早上8点，我们有同事就把它打开，擦一擦，打开；晚上11点擦一擦，盖起来，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人去监督。哎，来啊，你不要动哦，你不要动，来，我帮你搬前面一点。我有几次我就会碰到有那种老灰啊，你看到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很明显不会弹钢琴，叮叮当当的像小孩子一样，那我就超感动。你知道为什么？他手指接触到了琴键，按下去，然后声音出来，他在那一个瞬间，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了艺术。我认为我们卫武营在做的事，或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创造机会，让每一个人他都有机会，不但是欣赏艺术，而且他自己会变成艺术的一部分。